夫妻倆剛睡下，小聲商量想要生個孩子，忽然窗外有人咳嗽，然後罵罵咧咧的，分明是故意讓屋內的夫妻倆聽到，罵的是真難聽。公雞不打鳴，叫驢不拉磨，就算是條牙狗也得汪汪兩聲，看家護院啊。你可倒好，除了吃喝造大糞，啥用都沒有，還想要生孩子，生下來也讓我們養着呀，沒門兒。這位罵完之後，跺腳拍屁股的朝着茅房那邊去了。罵人的是岳母盧氏，被罵的人不用問，肯定是屋內的這位女婿甄顯。甄顯聽完岳母這辱罵之後，當時就要穿衣服起床離開這個家，被妻子翠蓮好不容易連哄帶勸，硬摟着脖子，算是沒有離家出走。甄顯本來是富家公子，去年結婚的時候和翠蓮也是門當戶對，只是因為3個月之前家中遭了土匪，萬貫家財被洗劫一空，連房子都燒光了。爹娘又急又恨，一時想不開，雙雙投井身亡。無奈之下，小夫妻倆這才暫時住到了岳父岳母家。甄顯本想向岳父借些银两當本錢，做生意東山再起，可是被岳父胡員外婉言拒絕了。甄顯一直在努力，打算找一個不需要本錢的辦法重新立業。今晚上妻子翠蓮卻說想要先生個孩子，兩不耽誤。沒想到被躲在窗外的母親盧氏給偷聽到了，還罵得那麼難聽。甄顯哪能受得了這個，天不亮他就走出岳父家去找住處。可是身無銀兩，寸步難行啊，東走西撞，來到了一個農村的大集。呵，做買做賣的男女老幼，人還挺多。一個中年婦女主動向甄顯打招呼，攀談了幾句之後，聽說甄顯要尋找住的地方，但是拿不出錢來付房租。這位婦人欲言又止，最後還是小聲告訴了甄顯：這位小兄弟，我一看你就是個善良之人，所以乾脆告訴你吧，我們村子裡啊，有一處很不錯的宅院，不花1文錢就可以搬進去住，只是怕你沒有那個膽量。怎麼回事呢？這所住宅原來的主人全家都死光了，據說半夜總是鬧鬼。只要是你敢住，絕不會有人攆你走。甄顯有些害怕，可一想到昨天晚上丈母娘那刻薄言語的羞辱，這世界上哪來的鬼？我堂堂男子漢，有什麼好怕的？於是他跟着这位婦人到婦人的村子裡看了看那一處空着的宅院。嘿，房子還不算破舊，收拾一下，住上7、8口人都不成問題。拱手謝過婦人之後，甄顯高高興興回到岳父家，跟妻子翠蓮一說，翠蓮是連搖頭帶擺手：相公，我看還是先別出去了，等你找到事情做了，咱們再搬出去租房子住。甄顯剛想勸說翠蓮，岳母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：有骨氣是好事，但是別讓我閨女跟着你去受罪呀。翠蓮可是我的心頭肉。甄顯本來也是打算自己先搬出去住，現在他也不想多說話了，勉強控制着情緒，向岳母施了個禮，便抬腿大踏步走了出去。翠蓮攔也沒攔住。來到中年婦人給引路的空宅院，屋裡屋外收拾了收拾，甄顯便住下了。晚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一是被岳母奚落之後心中難過，另外也的確有些害怕。哎呀，这所宅院
到底會不會真的鬧鬼呀？透過窗戶照進來皎潔的月光，遠處傳來打更的聲音。已經是3更天了，屋裡屋外安安靜靜，一切正常。又過了一會兒，甄顯總算是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做了一個夢，夢到岳母將他的妻子翠蓮許配給了50多歲的縣令，吹吹打打來迎親。翠蓮竟然高高興興身穿大紅禮服登上了大花轎，眼瞅着8抬大轎就被抬起來了，甄顯大喊着就撲上前去，要把妻子拉下轎來。手一伸，腳一蹬，甄顯驚醒了，好半天才緩過神來，抬手順額頭擦了擦冷汗，閉上眼睛接着睡。忽然院子裡有腳步聲，由遠而近，奔着屋門來了。哎呀，不好，看來這真是一所凶宅，這不鬼就來了嗎？此时的甄顯那是瑟瑟發抖，轉念一想，哎，光怕有什麼用？大不了就是一死唄。誰呀？誰在外面？甄顯的話音未落，只聽院子裡當啷一聲，似乎是破鐵盆掉在了地上，隨即便陷入了一片安靜。等了好一會兒，院子裡一直很安靜，甄顯早已困意全無，也不知怎麼的，忽然膽量上來了。他抄起提前放在炕頭上的木棍，穿好鞋，輕輕推門出屋。院子裡銀白的月光，並沒有人，更沒有鬼。剛想轉身回屋，突然從西廂房的暗影處傳來一聲貓叫，嚇得甄顯渾身一激靈，真想朝着那野貓敲一棍子。大黑貓似乎是明白甄顯的心思，叫完之後蹭蹭蹭竄上牆頭，翻出去跑掉了。這第一晚沒睡好覺，接下來的幾天，甄顯白天出去尋找商機，晚上倒是平安無事。不過他天天晚上做噩夢，都是關於妻子翠蓮被岳母盧氏許嫁給別人的噩夢。這一天，甄顯終於按捺不住了，跑回岳父家看望看望妻子。萬沒想到，夫妻倆原來的臥室已經堆放了許多的雜物，妻子翠蓮不知去向。一問岳父胡員外，胡員外只是嘆氣搖頭。岳母盧氏把眼一瞪：“甄顯，你給我聽着，翠蓮已經住到親戚家去了，她不想跟你過了，也不想再見到你了。如果你還想要最後的一點臉面，就趕快在這上面簽上名字，咱們以後各不相欠。”說這話遞過來一紙文書，甄顯一看，原來是按照他的語氣已經寫好了一份休書，只要他在上面寫上自己的名字，就算是跟翠蓮解除夫妻關係了。這甄顯哪能受得了啊，扭頭祈求岳父胡員外，可惜胡员外也做不了盧氏的主。怎麼辦？甄顯只能是死活不答應，要讓我簽字也行，必須得先見到翠蓮。翠蓮要是點頭同意，我立馬就簽字。盧氏哪肯聽他的話，當即喊來了2個打手，一人手裡一把大刀，意思很明顯，如果甄顯再不簽名，馬上就把他剁為肉醬。甄顯真被逼急了，他撲向2名大漢，幹嘛？要奪過大刀來，自己抹脖子。這倆大漢其實也就是做做樣子，嚇唬甄顯的。沒想到甄顯是真玩命啊！其中一個大漢被嚇得手一鬆，大刀就到了甄顯的手上。甄顯把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橫，只要再一用力，就會血光四濺，一命嗚呼。此時的丈母娘盧氏呢，已經被驚呆了，就那麼直愣愣地瞅着甄顯。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岳父胡员外一個箭步衝了過來，抬手就奪過了女婿手中的大刀。
感情胡員外年輕的時候曾是一員武將。你這老婆子愣着幹嘛？還不快去叫翠蓮過來！原來这盧氏啊，硬逼着女兒跟女婿分手，翠蓮不肯，說是死也要從一而終。盧氏為了讓女兒死心，這才定了這麼一計，想要以死相逼，讓女婿甄顯就範。真沒想到，甄顯真是可以為了翠蓮命都不要了。盧氏這才親自跑到後院，開了柴房的鎖頭，放出被關了一天的女兒翠蓮，來見他的夫君甄顯。胡員外拍着甄顯的後背：“顯婿呀，你做生意需要多少本錢，都可以開口，我們堅決支持你。”甄顯深施一禮，謝過岳父岳母，小婿這幾日在集市上發現了一個商機，根本不用本錢，我的生意就可以開張了。什麼生意呢？捏糖人。甄顯在集市上發現捏糖人的生意很火爆，不過那些手艺人的作品啊，比他可差遠了。因為甄顯從小就喜歡動手制作小玩意兒，曾經受過一位高人的傳授，他的捏糖人技藝非常高超，很有藝術價值。於是甄顯就一邊做捏糖人生意，一邊收徒弟。幾年的時間，他的名聲遠播千里之外，徒弟也是數不勝數。這才在過去祖宅的位置上蓋起來了新的宅院。妻子翠蓮生下了2兒2女，一家人是無比的幸福。